李太，你猜我几歲啦？睇上嚟最多30零，唔夠40。我老太婆了，个个都叫我美姨了，所以人人吃过我的饺子啊，都心里有数，贵不够，没有数字。这是一盘能让人返老还童的饺子，吃上一颗就能延年益寿、恢复青春，仿佛拥有魔力一样，让你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而它的食材却是那些还未成熟的胎盘。女人名叫媚姨，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，以昂贵的价格从医生手里收购那些被打掉的婴胎，然后装进一个普通饭盒，和饭菜混合在一起，顺利通过检查站。回家后，媚姨小心翼翼地取出胎盘，然后用生姜水浸泡去腥增鲜。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只有生吃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别看她翘臀嫩屁风韵犹存，其实已经是年过6甲的老太太。这天，一位打扮精致的阔太太找上门，想用回春饺子挽回自己的婚姻。她原本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女明星，年轻时为了爱情嫁给了比自己大10几岁的商人，从此退出演艺圈，做起了全职太太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开始逐渐衰老，曾经的美貌已经被岁月侵蚀，丈夫对她越来越冷淡，整天和年轻的按摩妹鬼混在一起。于是为了挽回这段婚姻，她千辛万苦找到了媚姨。听说她用婴儿做的饺子能够使人恢复青春。进屋后，媚姨让她猜猜自己的年龄。李太，你猜我几歲啦？睇上嚟最多30零，唔夠40。我老太婆了，个个都叫我美姨了。李太太简直难以置信，60多岁居然连一条皱纹都没有。随后梅姨来到厨房开始制作美食，将胎盘剁碎后和猪肉搅拌到一起。考虑到李太是第一次尝试，又加上白菜和鸡蛋掩盖腥味，然后用高筋面粉仔细揉捏，包成饺子后下锅煮8分钟。就这样，一盘价值10万元的饺子就制作完成。李太看着晶莹剔透的饺子，迟迟不敢下嘴，但为了变美，她只能这样做。结果刚咬上一口，就恶心地吐了出来。尽管如此，上面还是散发着一股恶臭，就连过路的狗都不感兴趣。媚姨知道他们这些名门贵族不缺昂贵的化妆品，但那些所谓的植物精华都是骗人的。女人想要回春补身，必须由内而外才能白里透红，所以她的秘制水饺是她的不二之选。李太，吃的时候想后果，不要想前因。在媚姨的鼓励下，李太再次舀起一个，强忍着不适一口口吞了下去。相比之下，她更害怕容颜的衰老。从那以后，李太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媚姨每天到医院寻找新鲜的食材，制成各种口味的水饺供她享用。李太也不再抵触，一口一个的塞进嘴里。半个月后，她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好，但和20多岁的小姑娘相比还差很多。另一边，丈夫为了雄风再起，每天靠吃毛蛋来滋阴补阳，可几个月过去了，却看不到任何效果。每次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有冲劲。这天是他们15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李太买了丈夫最爱吃的蛋挞，想借此机会找回做女人的感觉。不料丈夫回家后连看都不看她一眼，直接甩出一张巨额支票蒙混过关。没想到他们的婚姻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。后来丈夫的胆子越来越大，以出差的名义和小三住进酒店，即使他看到两人在一起也不敢当面揭穿。这天他刚从媚姨家出来，无意间看到丈夫包养的小三，他急忙追上去，发现对方竟然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。这下李太太彻底暴怒，把丈夫的补品全部踩碎，发现天底下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20岁的小姑娘。男人啊都爱20岁的，本性贱，20岁有什么好的？傻逼。第二天，李太一脸失落地找到媚姨，问她有没有更快更好的配方。其实啊，5、6个月最漂亮了，外面啊有一层奶油似的胎脂包着，红是红，白是白，脑壳都长出来了。嘿，那小手小脚还会动呢。100天以内呢才这么点儿，到了7、8个月或者足月了呢又不够嫩滑，5个月最好了，小猫似的，好凉好薄啊。但这种胎儿可遇不可求，不仅价格高，还特别稀缺，需要她耐心等待。可让她万万没想到，李太太刚离开，极品食材就自动送货上门。15岁女孩被父亲强暴后意外怀孕，因为年纪太小不敢去正规医院，于是在熟人的介绍下找到媚姨。听说她之前是有名的赤脚医生，帮不少孕妇做过流产手术，希望她帮女儿引流，确保不被别人发现。可媚姨摸了摸女孩的小腿，发现已经水肿，贸然流产弄不好会出人命。100天以内啊还可以人流刮宫，5个月都扎根落户了，不能硬来，骨头啊会刺穿子宫的，太危险，我不能走。母亲听后急忙下跪，不断向媚姨求情，希望她救救自己可怜的女儿。媚姨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假装为难，只是不想承担风险，无论出现什么后果概不负责。母亲答应后，媚姨才开始进行手术。为保证食物的完整性和滋补效果，她甚至连麻醉剂都没给女孩用，就这样硬生生掏了10几个小时，终于取出一个完整的胎儿。第二天，她急忙联系李太太来到家里，
为她准备今天的美食。但这次她决定为李太太做蒸饺，这样才能保证原汁原味，营养不会流失。李太太对制作过程产生好奇，小心翼翼地向里望去，结果看到一个血淋淋的婴儿。李太被吓得大叫着跑出了房间，不敢相信她居然变成人吃人的变态。可媚姨并没追出去，依然不慌不忙地准备着美食。因为李太太早就被欲望吞噬，回春饺子是她挽救婚姻的唯一希望。调整好情绪后，李太太再次返回厨房，亲眼看着媚姨制作的全过程。几分钟后，一笼红彤彤的蒸饺新鲜出笼，李太太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，细细品尝其中的味道。从之前的抗拒到现在的从容面对，足以看出此时的李太已经彻底沦陷，完全沉浸在返老还童的幻境中。就在这时，李太接到一个电话，丈夫不小心摔断腿，住进了医院。前往医院的途中，李太无比兴奋，脸上的皱纹逐渐消散，皮肤由内向外散发着香气，仿佛整个人回到了18岁。丈夫看到后被迷得神魂颠倒，即使断了一条腿也要和他大战一场。李太通过回春水饺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做完流产手术的女孩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和母亲乘坐公交车返回的途中，突然发生大出血，死在了半路。而李太恢复青春后又变得自信起来，看着自己吹弹可破的肌肤甚是满意。丈夫每天用大力丸增强战力，彻底断绝了和小三的来往。李太为了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，特意宴请好友来家里做客，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夸赞，虚荣心终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同时极品的副作用也接踵而至，朋友们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味，一开始还以为是牛排不新鲜。李太太一脸诧异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这才发现那股腥臭味居然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。她急忙跑进卫生间，在浴缸里倒满各种香料，试图洗掉身上的臭味，可结果却毫无卵用。她越想越害怕，赶紧向媚姨询问情况。喂，媚姨啊，你俾啲咩我食啊？個 B B 係咪病㗎？個 B B 係咪有毒㗎？嚇！我而家成身都係腥味啊！别傻，有味儿啊就是药效，自个儿别敏感。等明儿啊，起床照照镜子，你就会感谢我了。就在这时，丈夫正好从外面回来，从两人的对话中发现了妻子返老还童的秘密。李太看着年轻时的自己悲痛不已，以为腥臭味是重返青春的代价，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男人得知后如同发现宝藏一样，火速来到媚姨家寻找秘方。见面后直接开门见山：你喺度做不法勾當喎？我只是卖饺子的私房小店。真係有效。本以为他是过来帮李太讨说法，没想到又是一个主动送上门的食客。很快一份热腾腾的饺子就端了上来，辉哥想也没想一口就吞了下去。这时媚姨发现原来男人对青春的贪婪更加疯狂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他开始在餐桌前搔首弄姿，用出卖肉体的方式把他发展成长期客户。然而就当他玩得尽兴时，一抬头突然看到媚姨年轻时照片，这是1960年20岁的他。你有個阿婆喎。顺子啊，如果是个幻影，我的身体啊才是真实的，你摸摸。辉哥想想也不是没道理，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使命。从那以后，辉哥就成了这里的常客，每天必须过来吃水饺打扑克。不料辉哥刚走，李太就找了过来，可媚姨却假装听不到，不管他怎么敲门都无动于衷。现在他已经有了这个长期饭票，不仅赚钱，还能享受打扑克的快感，完全不管李太的死活。无奈之下，李太只能到医院进行检查，可医生给出的结论只是皮肤过敏而已。但李太知道这件事并不简单，想要完全治愈还得吃回春水饺。离开医院时无意间发现小三怀孕的消息，这让他更加恐惧，生怕哪一天自己被完全取代。于是千辛万苦找到媚姨，直接甩出一张巨额支票，让她继续帮自己恢复青春。求下你啊，我而家真係好需要你幫忙㗎。我收山啦，你别闪成极品了，就当是春梦一场吧。无奈之下，李太只好带着失落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辉哥打来电话，决定带他到伦敦度假，享受二人世界。媚姨兴奋不已，以为自己终于挤进豪门，开启新的人生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警方在一处公寓发现了一起命案。原来女孩惨死街头后，母亲为了给女儿报仇，亲手宰了自己的丈夫。媚姨害怕警方找到自己，连夜带着行李跑路。当警察来到住所后，早就人去楼空。李太得知她的遭遇后，只能亲手解决，于是找到丈夫的小三，决定出双倍的价钱买走他5个月的胎儿。在小三眼里，金钱比什么都重要，果断和他达成了交易。随后李太带他到医院进行流产，手术开始前特意叮嘱医生全程不要打麻药，一定要用导尿管进行引流，然后打前列腺素刺激子宫催生，这样才能保證胎兒的完整性。你睇，你要呢個 BB 做咩啊？做標本咯，留個紀念。这一刻，李太彻底黑化，为了恢复青春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将人性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此时媚姨已经逃到内地，整天挑着担子游走于大街小巷，伪装成老太婆，继续将人肉水饺发扬光大。而李太也继承了媚姨的衣钵，成为香港下一个婴儿刺客。